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频道。今天要来讨论一个最近非常热的话题——健保。尤其对我们这种在国外旅居的人，最近这个话题真的是很多人在讨论。然后也有很多细节很多眉角，所以做一些功课分享给大家。那今天主要会着重在一些我查到的资讯上面，那就不会针对怎么样选择之类的做一些主观的评价，就大家自己去选择。是哦。对，我主要更多是找到一些资料分享给大家。那最近这个话题会很红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今年12月23日，健保的停保复保的那个条例就会要失效了。你的意思说，就以前的时候我们是这个故事，对，我就大概讲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就是没有关心到这件事的人，也大概知道一下来龙去脉。在现在的法规来说，只要我们就是在国外会待满6个月以上，就可以申请停保。就是我知道我接下来出国会超过6个月，我就可以申请停保。我就暂时不用缴健保费。在你有户籍的状况下，就这样子。那一旦就是你在国外待超过6个月，你回国以后，你有户籍的话，就会强制你要复保。就是一定要复保，因为健康保险、健保是一个强制的保险。那复保呢，你至少要缴3个月的保费，才可以再把它停掉。对，现在的规定是这样子。可是我在国外，就是我等于是停保之后的那一段时间，我是不用再缴的。对，停保就是都不用缴保费。等我再回到国的时候，然后再缴3个月，然后我又再可以停一次，这样。你又可以停掉，可是前提是你有再出国了。如果你在国内，那你就不能停掉。就是国内大家都要缴。对，我去年就研究过健保的这个条款。我那时候在看健保这个条款，我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点。有一些很奇怪的点，例如说，假设我已经停保了，然后好死不死，公司派我回去台湾出差，3天好了，5天好了，我就回去台湾出差开个会，然后又飞回荷兰，然后可是我没有主动申请复保，那谁帮我申请？我那时候很好奇这件事我就打电话去健保署问，说那实际到底是怎么复保，怎么发生的？他说如果我回台湾我没有自己主动去复保的话，他们定时好像是1个月一次，会跟移民署那边做资料交换，就是他知道你已经有回国，他就会帮你复保。然后复保当下理论上你就要开始缴保费了。可是你人又回来荷兰了，所以有可能你完全没有注意到健保署那边帮你复保了。那有可能等你下次发现的时候是我不知道多久之后了。为什么他不是就每个月还是每2个月不就缴一次费用吗？对啊，可是问题是你在台湾不一定有绑定的资产账户缴费单什么的。可是他应该会就是东西要寄到哪里去吧？对我说有可能嘛，你寄到家里，家人也没有帮你处理等等的，或者是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扣了2个月之类的。对。那我那时候想到的是，那我去出差，公司会帮我付这个费用？应该是不会。那如果我回去一下，然后我就马上可以停保吗？3个月啊。对啊，所以要3个月嘛。就那时候就想这件事，就是有没有可能有人回去，然后他被复保，他不知道，然后就莫名其妙要缴一堆钱，然后他也不知道，所以没有用健保。那果然是在2022年的时候，有一个李姓民众，他就一样遇到这个问题，他就是回去过年，他也没有用健保，结果他离开台湾以后被追缴保费，他就觉得我又没有用，是你帮我复保的，所以他就去申请释宪，就是说这个法规不合理对，我不想要缴那个保费。结果不释宪还好，一释宪说复保停保这个只规定就是不太公平。所以这个条款要在2年内要修法改掉，不然它就直接无效。那2年后就是2024年的12月23号，这个条款就无效。那这个条款无效呢，就会回归到它的母法。它的母法就是所有在台湾有户籍的人都应该要保健保，都要缴保费。所以我们在海外的这些人，我们就会变成不能停保。对。那现在有一个过渡条款，就是像我们现在已经停保的话，他是说我们下次回台湾以后才开始复保。对，而不是说12月23过后当下就帮你复保，没有。所以我们下次回台湾以后，就帮你复保。在你有户籍的情况下，你就不能停保了，就是要一直缴保费。那像我们一家4口，健保费大概100欧元左右每个月。因为我那时候看到就是这个条款取消，我想说，那我们好像也什么不能做，我们就是回去，然后就是复保缴钱，对啊，也没什么选择。对。但后来发现不是这样子，我们其实有一些选择是可以考虑的。对，因为刚有说嘛，刚是说有户籍的话，你就一定要保健保。换言之，就是如果你没有户籍，健保也就没有了。所以现在变成可以选择的是，就是你要不要除籍？那我去查，其实没有除籍这个词，它的意思应该是户籍迁出。就是把户籍从你所在的地方给迁出来。那我迁出要到有个地方吗？没有，就没有迁入了。就说你有国籍，一样是有中华民国台湾人的国籍，但是你没有户籍，
会变成这样的状况。嗯，对。那户籍呢，我觉得可以把它想成一个大礼包。所谓大礼包，就是你一旦有户籍，你就有相对应的权利跟义务，或者是福利跟义务。嗯，就是你有相对的福利跟义务。那像我们这种在海外居住的人士，我们现在在荷兰相对也有户籍，那我们在荷兰也就会有相对的权利跟义务。嗯，那台湾也有。这时候我们要考虑的就是你要不要就是放弃掉台湾那边，就是我户籍迁出来了，我就是相关的福利跟义务啊都一并会取消。嗯，所以这就是一个可以选择的方式。那其实不用待满2年，你就可以主动去申请或把户籍迁出。不用待满2年，就是你不用出国2年，就是你一旦出国在国外有居住事实，你就可以把户籍主动迁出。那我现在就来讲讲这个大礼包里面大概有什么影响是哪些？户籍大礼包。对对对，因为在几年前那个 COVID-19 的时候，很多人是被迫没有办法回到台湾。对。那他们就很容易超过2年没有回台湾，户籍就会被踢出去。所以那时候内政部他就有整理了一个列表，说你大概有哪些福利权利会被影响。所以在网络上很容易找到这样子的一个资讯，我会放在资讯栏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那我现在就讲一些跟我们比较有关的，对。然后甚至是有一些细节是那个条例上面没有找到的，我特别去问的。好，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先讲所得税。假设你没有户籍，在台湾就没有待满183天，你就会变成非居住者。那非居住者的话是不用报税的。哦，不用报税，但比较好。可是有所得不用报税？不用报税，但是你领钱当下就会被扣很重的税，好像是20% 之类的。它有一个列表，什么东西会直接扣几%。再来就是有房子的可能要注意一下，因为有房子你的户籍没有登记在你的自己的房子，那你那个房子就变不是自住啊，你的地价税率可能就会不一样。对，这个要注意一下。那再来有一个大家可能也比较有兴趣的是投票。你没有户籍以后，地方性的投票你就不能投，因为你不住在那里，也不了解地方，你的投票的说话权就不应该这么大。但是全国性的投票还是可以投，比如说总统选举，你还是可以投。可是他票进到哪？对对，那就是你要回去投票前，好像是要先去你原来的户籍所在地去登记。去哪里登记？你原来的户籍，你迁出从哪里迁出的？去公所线上去公所登记，那你就可以投全国性的投票。在进入重点之前，再补充一个很小的损失，有的里会有那个，例如说大家在焚化炉附近会有补助金。它是算人头的，你们那户有几个人就多少补助金。然后还有就是中秋节，有的里会发柚子，少几颗是不是？少几个柚子，对，可能是有一点影响。烤肉，我们那时候我们那边是烤肉，少几个肉片。对，好，那进入今天的重点，今天重点主要在讲，我们都说0到6岁的育儿津贴。我们今天重点是这个？对，因为这个其实水很深，真的。对。我们平常在台湾就是领啊，0到6岁就是领到6岁啊，没有什么管那么多细节。对。可是，在户籍迁出以后，这件事变得很不一样。因为0到6岁的育儿津贴实际上是分3个阶段。0到2足岁就看实际年龄，0到2岁是卫福部发的育儿津贴。满2岁到未满5岁，就是学龄的5岁，领的是教育部的育儿津贴。学龄5岁指的就是你满5岁的那个7月。就是以台湾制的话，7月开始放，就是到学期结束，上学期，对，学期，对，以学期制。那学龄5岁到学龄6岁，还有另外一个，对，也是教育部的，叫做教育部的教育补助。教育补助，所以其实是分3个。对，第一个是卫福部发的，对，后面2个是教育部。学龄6岁，小学就是6岁，满6岁念小学，就到学龄6岁之后，对，它等于就是教育补助嘛，所以你念小学前给你补助。那我们先讲0到2岁，这很妙，因为0到2岁是卫福部发的。对，那我特别打电话去问，他说如果你没有户籍的话，可能就领不到。他没有非常确定，但听起来风险很高，我觉得是领不太到。但有趣的点是我问了以后，我突然想到，可能目前台湾极少数人有发生这种状况。极少数，因为你看嘛，他0岁的时候好申请了。假设今天父母真的出国了，带他就出国了。在以前就是你要满2年才被除籍，满2年他就领下一个补助了。所以没有人在2岁以前把户籍迁出的，对，很少。对，可是现在就有可能，有人可能他不想要这个大礼包，他刻意迁出，就变成小朋友可能在1岁的时候就没有户籍了。对。那我问卫福部的答案是有可能会领不到，就有可能迁出然后就突然就没有，就领不到。对。然后再来就是2到未满5岁这个教育部管的，我就问教育局，特别是教育局啊，或者是教育部，得到答案都是可以继续领，只要你在申请的当下是有户籍的，
那你就算后面除籍了，你也是会继续领。所以他们有预设，本来就会有人这样子的。你说除籍，你说对啊，因为你在国外待满2年，户籍会被踢出去啊，所以这是在5岁这个阶段是很有可能发生的。对，但0到2岁是很少啊。对，所以你没有户籍的状况一样会继续领，因为那个是教育部给的。育儿津贴有一个很有趣的是，他说第一胎我记得是5000，第二胎6000。他官网上面有特别说，他是以户籍成本上面就是同样父母的算第一胎、第二胎这种方法去算的。那我就问他说，会不会我户籍迁出2个都变第一胎？因为他没有在同一个户籍里面，没有办法去判断。他说不会，就是一开始在审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好谁是第一胎，谁是第二胎了。所以你后面把户籍迁出以后就会照那个发。然后接下来第3个是学龄5岁到学龄6岁的那个也是教育部的，那个也没问题，那个也继续发。那我也问他说，我第2个转到第3个的时候，假设这时候我是没有户籍的，那转得过去吗？会不会要重新申请？然后发现没有户籍就领不到？他说不会，就是你在那个阶段你是有在领的，它就会自动帮你转过去。满学龄5岁那个阶段你是没有户籍的也没有问题。刚刚漏掉一个国民年金，国民年金你没有户籍的话就不能缴了，不能缴。那之后能不能领吗之类的？对，细节我没有很确定，就我的感觉是不会突然归零，就除籍啊，前面讲的都白费，没有这么快。以上是我收集到关于户籍迁出的一些影响啊。如果大家如果大家有知道一些我没有提到的，欢迎在底下留言。例如说有一些民间单位可能没有户籍，在办理一些作业上有一些影响，这我可能没有想到，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分享给大家知道。好，谢谢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我们就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响当，See you，拜拜，拜拜。